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也就步了中国体育电影。所有暑期档电影中，由王一博、黄渤主演的《热烈》上映前被业界普遍看好。从映后的市场反馈来看，导演大鹏取得了肉眼可见的大幅进步，影片赢得了不俗的口碑。但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之下，这部体育题材电影没能从市场大盘中分到太多蛋糕，票房与预期相去甚远，依然也没有逃过体育题材电影的魔咒。当红明星王一博也就步了中国体育电影吗？一群笑星演了部励志片《热烈》，由大鹏执导，苏彪任编剧，陈芷溪担任制片人，王一博、黄渤领衔主演。虽然宣发上定调是喜剧，实则讲述了一则关于体育项目街舞的励志故事。导演大鹏认为，街舞同时兼具竞技性和娱乐性，是可以直接参与叙事以及情感建构的新颖载体。本片中，家庭遭遇变故的陈硕王一博士，在肩负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仍然坚持街舞梦想。遇到了街舞教练，同时也是人生伯乐的丁雷黄博士。双男主在金主撤资、对手打压等多重阻碍下，携手带领团队关关难过关关过，互相成就，最终共同抵达胜利的彼岸。细心的观众发现，《热烈》依然是大鹏在用擅长的方式讲故事、刻画人物，呈现其对社会的价值。大鹏过往作品中几乎都能找到与本片双男主相似的影子，社会底层出身的小人物，均在为热爱的事业和理想不懈努力，始终抱有努力就有回报本片街舞团队惊叹号的口号的信念。影评人木易结合演员演技点评道，具体来说，黄渤主演的丁雷很有感染力，小人物的辛酸和无奈令人动容。王一博的表现突破也很大，他和黄渤的几场对手戏细腻又生动，特别是那场躲在立柱背后看着母亲唱歌而悄作落泪的戏，能够轻易地触动观者的心弦。而街舞比赛的呈现，大鹏又将火药味拉满，被业界称道。据了解，本片汇聚了全国很多顶尖街舞从业者，演绎过程中，他们以互相不忿的嚣张表情斗舞，奉献炸裂的高难度动作，加之大舞台的光影打造和群演观众的卖力呐喊，全程刺激感酷炫感十足。木易就认为，大鹏将街舞比赛拍得如此流光溢彩，是其镜头语言表达、大场面调度能力显著提升的体现。励志的故事讲得自圆其说，大场面的呈现令人印象深刻，但纵观全片后，观众对于热烈的观感似乎并不认为很搞笑。黄渤、小沈阳、岳云鹏等笑星好像全程也没怎么太抖包袱，也没贡献出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对此，大鹏在路演中做出过解读：我们邀请到了很多非常有喜剧天赋的演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喜剧理念，都有自己的喜剧风格，但是他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很好的平衡了这种喜剧表演。他们不只是演喜剧，更让大家看到自己喜剧以外塑造生活的能力。事实上，热烈之所以更突出热血和励志，没有过分发力去搞笑，与之是一部命题作文，早在上映前就获得了官方认证不无关系。据官方资料介绍，热烈是由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杭州2023年亚运会组委会共同策划，并由杭州亚组委独家授权拍摄。本片是以2023年即将举办的杭州亚运会为背景，最终主创人员确定以新增的街舞项目官方名称为霹雳舞为题材进行创作。片中，大鹏依照有关要求展现杭州的城市风貌，除了西湖长桥、凤凰山脚等地标风景外，片中最后的决战安排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是杭州亚运会的主场馆之一。作为一个老运动员，看这部电影是感到心潮澎湃的。
影片路演时，受邀观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李玲蔚对电影进行了高度点评。霹雳舞不仅是亚运新增项目，也是明年巴黎奥运会的项目，所以霹雳舞将会受到很多关注。而年轻人通过观看热烈，也有助于培养自己为了梦想锲而不舍努力的精神。而在7月28日正式上映前，热烈已作为今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进行展示。与暑期档其他作品相比，热烈有充足的时间窗口，提前获得在市场上发酵口碑的优势。截至发稿，热烈在豆瓣上依然获得了 7.2 分的良好评价，有 55% 的观众打出了4星或5星。有口碑票房依然不见起色。对于热烈，电影业界较为遗憾的是，似乎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口碑、热度、好评都已经提前聚拢，但票房成绩却依然难以达到预期。热烈似乎也没有逃离体育电影的魔咒，本以为会爆，结果点映不如预期，后续乏力。一位曾操刀多部王宝强喜剧发行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因很复杂，跟题材有关，也跟最近激烈的市场行情有关。据该发行人介绍，热烈上映前，确实有很多发行同行以及影评人都非常看好，认为票房10亿都是保守数字，20亿是冲击目标。官方背书，王一博、黄渤来担纲主演，也是业界信心充沛的理由。热烈的策划之一，影评人南如民7月21日在其个人公众号毒奶电影发布文章，预测称热烈的最终票房将达到58亿元。要知道，中国影史票房第1名的长津湖最终成绩为 57.75 亿元。前述发行人表示，南如民如此预测，虽不乏夸张和营销的成分，但热烈的目标是成为今年暑期档 C 位和最大爆款，旗帜绝不在小。可现实终究还是与预期有较大差距。据热烈上映首日票房数据统计，点映加预售总票房突破2亿，上映首日7500万元的票房成绩已成乏力态势。同时，热烈的单日票房也未能超过《封神》。后续来看，热烈上映5天仅收获 4.87 亿元票房，上映15天仅收获票房 7.76 亿。目前，各大平台纷纷调低了热烈的预期票房，预测其总票房会刚刚超出10亿。更不利的是，市场环境在暑期档变得愈发激烈、复杂。热烈还没来得及尝试进一步破圈，就已经有点被边缘化了。首先，同期市场上热捧《封神》的声音开始变多。另外，8月4日吴京主演的《巨齿鲨2：深渊》上映，8月5日孤注一掷开始点映，热烈瞬间遭遇腹背受敌，排片空间严重受损的窘境，票房也不可避免的被分流。其中，孤注一掷大规模超前点映引发业界争议，点映首日排片占比为 15%， 次日排片超过 20%。一位北京某影院的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相当于是把点映当正式上映来操作。对于热烈和《封神》这2部长线片，确实有点不讲武德。不过，另一派观点认为，正是几部前续影片市场表现不理想，才给了孤注一掷提前来抢钱的信心。这是所谓的趁你病，要你命。前述发行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孤注一掷搭上了目前缅北事件的热度，档期上错开了消失的她。片子质量虽不完美，但也不差。前续电影也要从自身找原因，丹青难写是精神，电影难拍是体育。热烈的自身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业界分析，热烈票房不及预期，也并非主创以及演员无能，主要原因还是体育题材电影依然小众，这甚至已经成为结构性之困。针对体育题材电影，曾以冬奥冠军大杨洋为原型拍摄《我心飞扬》的导演王放放曾无奈地表示，
如果大家真的去影院看过电影，肯定知道，并不是导演拍的有多差，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发行的问题。拍过夺冠的导演陈可辛，拍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的邓超也都深有体会。两部作品都以其热血精神打动不少观众，豆瓣评分均为7.1分，也足见观众对其认可。但是说到票房，就一言难尽，夺冠最终票房也不过8.36亿元。今年2月上映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总票房仅1亿元。为什么中国观众偏偏对体育电影不买账？日耀体育创始人张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互联网及电视媒体对体育赛事的转播是体育电影的尴尬原因。写实的体育电影一定是来源于真实的体育赛事，体育赛事本身可能戏剧张力十足，但结局对于观众来说毫无新鲜感，所以体育迷不买账。而电影迷则普遍认为体育电影太写实没意思，也不愿意看。更何况中国体育电影历来的主题和叙事都过于单一，鸡汤味、说教味太重。另外，体育电影难也难在无法出圈共情。新浪体育主笔、资深拳击记者周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美国，拳击电影是奥斯卡中得奖最多的体育电影，例如洛奇《愤怒的公牛》100万美元宝贝。因为拳击最能表现一个人反抗不公和自我奋斗的过程，但在国内，观众对于拳击运动都不太熟悉，对于职业拳击的很多运作行为并不理解，更是很难对这类作品共情。反倒是像王宝强《八角笼中》这种与体育沾边，但实质上为泛社会题材的电影，能靠真实让人共情。我印象中还有以舞狮为题材的《雄狮少年》，主角最后赢了比赛，但还是要去打工，回归普通人生活。这个结局可以打动人心。张斌分析，2017年摔跤吧，爸爸之所以能成为黑马，也是胜在共情方面。虽然拳击题材很多普通人都不懂，但国家荣誉、个人梦想、家庭情感，甚至是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都能引发各年龄、圈层观众的思考，可以说每个人都从中找到了共情点。如此来看，体育电影想获得口碑和票房上的双丰收，仅仅讲一个热血励志、让人感动的故事是完全不够的，也只有持续挖掘，找到让市场、让观众认可的共情点。不敢拍，不想拍，拍不好，不叫做的恶性循环才可能会得到根本扭转。热烈的票房如能像预测一样，最终突破10亿，或许与片方自身预期仍有较大差距，但仍可以打破中国体育电影的票房纪录，我觉得仍然有借鉴意义。张斌表示，体育电影想要出爆款，除了要诠释体育精神，还需要在本土化叙事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类型的元素，如喜剧、动作、悬疑、爱情、社会话题，只有类型叠加，才更容易出成绩，被市场认可。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